全民穿越公路求生，我正在专心地引导着无人机返航，那些小群里却炸开了锅。刚才我一瞬间击杀了200多玩家，将所有人都吓得不轻。但这家伙是怎么弄的？居然一下子就击杀了这么多玩家！这是杀神啊！居然杀了300多人，快400人了。要是多挨这么几次，咱们区的人够他杀的吗？这实力相差也太大了吧！1v200多还胜了，这实力不平衡啊！有没有管理员在啊？把这家伙的实力消一下啊！这不消怎么玩啊？现在放弃任务，站到大佬那边还来得及吗？就你们这群垃圾还想和老板打？看来这个群里的玩家已经失去了斗志，可以将重点移到下一个群了。苍小空将小群里的消息截了图发给了我看了一眼，笑了笑就将私信关了。此时无人机已经返回了我的头上，一道白光闪过，无人机消失不见。我看了看飞机召唤器上的情况，此时无人机进入了检修的状态，主要状况良好，主要需要弹药补充，冷却时间2小时。2个小时还能接受。指挥官，后面有车子追上来了。后面来车了。我之前为了操控无人机，直接将车子停到了公路上，后面有玩家追上来也是一件可能的事情。什么车辆？指挥官，发现大量火箭弹向我方袭来，数量为60枚，口径100毫米，初步判断为红外导引头火箭弹。启动红外遮蔽器，加速撤离，用1130进防炮击落靠近的火箭弹。阿达兹导弹和地狱火导弹做好发射准备，发现目标就进行反击。我将操控权交给了小爱同学，我自己则放飞了一架手抛式无人机作为空中引导和监控。小爱同学立刻启动了红外遮蔽器，车子向前撤离，车顶的各种武器一一弹了出来，做好了发射准备。一连串火箭弹落在了我原本的位置，轰然爆炸，直接将我原本的位置炸出了一个直径10多米、深度达5、6米的大坑。这是谁？居然有这么大的手笔！原先都是我用火箭弹覆盖的方式去打击别人，现在居然有人用同样的招数来打我，这让我有些不爽。我倒要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。很快，袭击者的样貌就通过无人机传回了球形屏幕上。看到无人机传回来的图像，我的下巴都差点掉了。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？屏幕上的那个东西样子很奇怪，最下面是2条宽大的履带，正在急速行驶，看速度绝对不低于100迈。履带之上是4条粗大的支架，每一个支架上至少挂着4个外挂式的火箭弹发。支架之上是一个方方正正的盒子，上面满是各种齿轮和蒸汽管道。在盒子的正面是一座双联装的203毫米的炮塔，两侧各有2挺双联装的同轴蒸汽机枪，在箱子的两侧还各有2门105毫米的副炮，同样也有同轴蒸汽机枪。在箱子的外侧各有一条粗大的机械臂，一个机械臂上是巨大的钻头，另一个上面则是一把巨大的斩剑刀，那刀身足有40米长，像是一只撞角一样，笔直地伸向了前方。在箱子的顶端则是一个325毫米的主炮，外加2座4连装的同轴4连装的蒸汽机枪。这特么是车，更像是个机器人吧？这玩意当初是怎么上的飞艇？还是说他是从别的区并过来的？我认真地翻了一下记忆，发现自己从来没有见过这么1号人。后面那个疑似蒸汽动力的战斗机械人已经来到了我遇袭的位置，里面的驾驶员看了眼地上的大坑，不由得皱了皱眉头。不愧是被游戏系统悬赏通缉的家伙，有点水平。我已经开始兴奋了，希望这一次的对手不要太弱，能让我施展出自己的真正实力。驾驶员转动炮塔，对着我所在的方向开了火，各种口径的火炮一起开火，并连机枪也都射出了子弹，各种口径的炮弹、子弹汇聚成一股金属风暴，向着我袭击而来。狗东西，不讲武德！我的车子猛地向着旁边加速冲出去，躲开了原本所在的位置。之前所在的位置又被各种口径的炮弹砸出了一个个大坑，像是月球表面一样。你连续攻击了2次，轮到我了。此时我的导弹已经锁定了目标，我当即发射了4枚阿达兹导弹和1枚地狱火导弹，剩下的4枚阿达兹导弹也做好了准备，随时准备发射。导弹。蒸汽动力战斗机械的驾驶员不情愿地按下了一个按钮，一台全电力的机器启动了起来，全频道阻塞，各种信号被扰乱。几枚阿达兹导弹和地狱火导弹竟然全都偏离了轨道，射向了空处。这家伙也有电子战系统？你不是蒸汽动力吗？怎么用纯电子的东西？这太不讲道理了吧！我也急忙启动了电子战系统，和对方的电子信号进行对抗。居然逼得我使用了电子设备，你成功的激怒了我，我要把你碎尸万段！蒸汽动力战斗机械挥动着40米长的斩剑刀，向着我的多用途装甲车砍了过来。要是那刀砍中了，哪怕我是平油装甲外加钛合金装甲，估计也扛不住。我连忙驾车向着旁边窜了出去，40米长的大刀砍到了水泥地面上，竟然砍出了一道10多米的裂口，细密的裂缝更是像蛛网一样向着周围蔓延。我见状一脚油门，装甲车猛地向前加速离开。小子，有本事别跑，
你不是上了通缉令吗？哪有这么胆小的？有本事过来跟我来一场男人之间的较量！那人挥动着40米长的大刀在后面不断的追赶，大刀左挥右砍，将地面砍出了一道道裂缝。你觉得我傻吗？和你硬拼？好啊，有本事停下来让我打呀！停下来，这可是你要求的，你看好了。巨大的蒸汽动力战斗机械猛地停了下来，40米长的大刀忽然脱手而出，像是一座小山一样，向着我的装甲车砸了过去。干你娘！看到砸过来的40米长大刀，我脸都吓绿了。这东西就算是没有战斗部，但光是这个分量，砸到车上也够瞧的。而且这把刀足足40米长，堪比一般的10层楼，这视觉冲击力绝对拉满了。我脚下一踩油门，车子后面弹出了喷气加速，时速瞬间超过了300迈，一眨眼的功夫窜出去200多米。巨大的斩剑刀擦着车子的尾部划了过去，将2个喷气加速器切掉了。我的多用途装甲车也借着这股力道冲了出去，没有造成更大的伤害。巨大的斩剑刀掉落到了地上，在地上划出了一道数10米长的壕沟，水泥路面崩碎，细密的裂纹蔓延出去100米之远。小心，麦克斯正在启动杀招，左手上的钻头才是真正的攻击，注意躲避。这只是障眼法。只见那个巨大的战斗机械不知道什么时候举起了自己的左臂，巨大的钻头飞快地转动了起来。忽然，钻头发出了一声尖锐的嘶鸣声，钻头被从机械手臂上射了出来，后面喷射着火焰，向着我的多用途装甲车射了过来。我看得清楚，那巨大的钻头直径至少3米，上面一层层都是细密的倒齿，要是砸到他的车上，什么装甲都扛不住。我见状立刻飞速倒车，向着旁边躲避，同时小爱同学操控着1130近防炮，对着钻头拼命射击，将巨大的钻头打得微微偏离了轨道。就在这时，麦克斯也抓住了机会，对着我的附近发动了覆盖性的炮击，各种口径的火炮、蒸汽机枪全部开火，力图将我一举灭杀。各种口径的炮弹在我周围纷纷爆炸，大大小小的冲击波不断地震动着装甲车，想要将其撕裂。炮弹破片和机枪子弹组成的金属碎片不断地席卷着装甲车，想要将装甲车洞穿。能把我的全部手段逼出来，你也算是不错了。不过也就是这样了，未来的方向永远都是巨舰大炮，导弹都是1端，这就是1端的下场。